一次关于狂欢节的闲聊，让我们确定了2024年的度假地南美洲24天，行程28000公里。我们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领略了奔放的桑巴风情，沐浴了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伊瓜苏瀑布。我们沉浸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汤果的激情优雅和莫雷诺冰川的壮美，流连于智利百类国家公园雄奇的山塔和奶蓝色的佩赫湖，秘鲁、马丘比丘和马拉斯盐田等印加文明遗址，以及彩虹山和提提卡卡湖，让我们觉得不虚此行。大家好，今天我们将去游玩世界上著名的莫雷诺冰川，在酒店吃了个简易的早餐，我们出发了，沿着阿根廷湖向莫雷诺冰川前行，大约80公里的车程。佩里托莫雷诺冰川是位于阿根廷圣克鲁斯省冰川国家公园的冰川，它是阿根廷巴塔哥尼亚热门的旅游地点。莫雷诺冰川的成冰带有250平方公里，这个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只有200平方公里，可以想象它的大了。成冰带有30公里长，是位于安第斯山脉南巴塔哥尼亚冰原48个冰川之一。这里的冰原是世界上第3大的淡水储备。莫雷诺冰川是巴塔哥尼亚余下的3个没有向后退的冰川之一，冰舌宽5公里，平均高于阿根廷湖水面74米，总冰的深度为170米。莫雷诺冰川会周期性的向阿根廷湖前进，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分隔湖水的2部分。由于湖水无法流出，在近离个的那一边水位高达30米，大量积存的湖水造成的压力最终破坏冰屏，形成一项特别的消融情况。现在我们已经来到冰川公园的入口了。这后面嘛，我是太清楚了。好了，我们是先来玩船。我们来之前查的所有网上的信息都是说进公园只能用现金买门票，现在改进了，可以刷信用卡了。莫雷诺冰川位于阿根廷冰川国家公园的南园内，有时间又希望进一步体验冰川的驴友，可以考虑乘大巴前往位于冰川国家公园的北园的小镇 Charlton。北园的旅游项目比南园多啊。查滕小镇边上有阿根廷最大的冰川别德马冰川。我们今天欣赏莫雷诺冰川主要有2种方式，首先我们将坐船欣赏，然后我们将到步道徒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它的壮观和美丽吧。坐船的地方到了，这是它的停车场。这是这个坐船的地方。首先我照的是厕所，在这个高高的山坡上，然后下来这里就是买票的地方，然后从这里下去就是上船的地方。那个大部分旅游车就停到这里，这里排队买票。Yes, we ticket. Safari. Gracias, gracias a vos. $. Oh yeah, peso. You are rich. Who's your guide? I'm no guide. You have no guide? Yeah, by myself. 这是我们到船这里才买的 ticket， 45美元一个人，3个人135块钱。对。我们到马达船去了。沙菲罗来我梯口，我也不知道西班牙语，我是发音发得很好了。没人说你发的差，很好的。去那个上那个2号码头的船去看冰川。今天的第一个活动，旅游正式开始。今天。
因为它这个水是灰色的，因为它这里面粉的火山灰，所以就没得那个阿根廷湖那么蓝。没得那边的阿根廷湖蓝，都是阿根廷湖。没沉淀嘛。还有火山灰在里面还没完全。所以说是这个灰浆浆的水嘛。碰到乱河就可以站到上面了，你怕人就躲到地下玻璃里面了。最早的一班船了，那正好了，充分的时间走步道了。准备进场了啊！我们准备上船了。Hi, three. Hola. Hello. Hello. Thank you very Thank much. you. Hola. Hola. Buen día. 现在还不能上到上面的甲板，要快到的时候才允许上去。我们的船开喽，准备去看冰川喽！从阿根廷湖上看冰川。Really, all the front has 5 kilometers. Yes, so you have to see it from the walkway 3 kilometers. But this is the south face. 可以看到一点冰吗？ So if you wish from this moment to go out, take it easy. You can do it, relax. 带好包上甲板去看。哦，看冰川喽，好漂亮哦！看后面的湖啊，好漂亮啊！这就是莫雷诺冰川的冰墙了。这个冰墙每天都以30米的速度向前推进呢。这个冰川好漂亮啊！火山灰把水染成了灰色，这水的颜色和天上的这个云的颜色好搭哦，好漂亮啊！这就是世界上少有的活冰川。冰川的一段呈冰堤状，冰堤把冰川与正对面的麦哲伦半岛连接起来，随着流水渗透冲刷，冰堤下部最终会形成一个拱门。看，这是不是它的拱门在外面露出的部分啊？应该是的吧。当拱门上方的冰墙渐渐支撑不住时，便会轰然崩塌。莫雷诺冰川没有像世界上大部分冰川那样后退缩小，反而在不断的增进，是因为冰川位于分水岭地带，来自西边太平洋的湿润海风遇到东边平原的干燥空气，形成了充分的降水降雪，维持了冰川的增长。冰川是由于降落在雪线以上的大量积雪在重力和巨大压力下形成的巨大冰体，一般都经历了较长的形成时期。莫雷诺冰川是冰川界的年轻一族，距今也已经有了20万年。这里海拔仅2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冰川。想想看，别的冰川都在海拔3000米以上，真是不可思议啊！自己在录自己看冰川，看这很多小冰峰都摇摇欲坠，见缝间发出幽幽蓝光。冰川的冰舌推进至湖面的常温地带，在春夏之时天气变暖，冰川的融化就会加速，不断的发生崩塌。这美丽的浮冰就是崩塌的产物啊！这块浮冰浮在中间的，非常漂亮，晶莹剔透啊！
对啊，这里又没有，后面又没有杂人，对啊，你过去噻，对啊，好了，啊，真的神奇啊！那上面就是那个冰川那里下来的嘛，那一点，那个都很小的。哇，上面有徒步的人，你看了，有些人在那徒步，哇，真神奇啊！嘿嘿，我说云雾冰中，嘿嘿。看这一块，大佛冰，大佛冰。体验感很好。是啊，棒棒的。这个是下船了，下船了，我们下船了。海上警卫队下船。格拉斯。胜利登陆。啊，嗨嗨，耶！神奇的冰川啊！接下来我们将去走冰川徒步栈道，徒步看冰川。我们现在来到了岸上观赏莫雷诺冰川的游客服务中心了。公园有5条徒步线路栈道，正面是黄线和白线，左侧是红线和绿线，右侧是蓝线。我们现在在这个黄线这里，我们准备走黄线、白线和红线。这里有个餐厅，有吃的，还有咖啡喝。现在往前，一个大标志，不能飞无人机。现在越来越多的景点不能飞无人机了，原来都是可以飞的。再发一声感叹呐，干啥都要趁早啊！这个步道挺舒服的嘞。哇，从这边看过去，这边那个水啊，这边水清一点了，这火山灰沉淀了一下就清一点了。这里温度正好，不冷不热，空气清新，徒步看冰川，美景盛宴，非常的舒服。我就是说，他说鱼活不了，浓度很高。你说啥？对啊，这铁皮步道看的比较少哎。新西兰、美国啊的步道全是木头做的，就地取材。这有它的好处，也不容易烂。这是这边的一角，走到这里来。刚才在船上看的还不是这一边，
船那边挡了过不来，所以这边和那边还是有一点点不同。在步道上面拍这个冰川。向冰川的上游望去，密密麻麻望不到头的是一片重峦叠嶂的冰封丛林。在过去20年中，曾有30多人在观看冰崩时被冰块砸死，因此公园在安全距离内建立了观景栈道。在栈道上看冰川，如同一堵厚墙，让人望而生畏。与大自然比，人总是那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啊！一个小冰崩，看这一块绽开的圆圈，就是刚才掉下的冰把它打散开的。再慢慢的平静下来。哇哇哇哇哇！这块冰拱出来了。这个冰是从地上拱出来的，不是，这个是从它突然从地底上钻出来的。没有，它是这个蹬起来的，往后面倒，所以把底下旋起来了。你要是刚才在照我的相，可能也把它照下来了。那到了目的地人走了啦，这个冰好很轻。这也太漂亮了吧，真的。
好了，原路返回到停车的地方，要不然停车场太大找不到车。这个栈道也非常的漂亮啊。回到了埃克拉法特小镇，吃晚餐。前菜一个虾条，一个炸虾。这是一个烤牛排，一个烤鸡排，然后一个烤猪排一起。友情提示：如果要赶到车坨晚上关门前还车的，一定要留够时间，因为满油还车时，唯一一个靠近机场加油的加油站，排队加油的车非常的多，差不多要排1个多小时以上的队。谢谢观看，我们下集再见。